2024年，中國有約15200名高淨值人士選擇移民海外，流失人數位居全球榜首，刷新了歷史記錄。2024年，中國境外國直接投資頭寸減少了1680億美元，這是自1990年有記錄以來最大規模的資本流出。2024年底，日本高素質專業人員相關在留人群中，中國籍占比達到 66.9%， 回看2022年底為 63.9%， 2年內進一步逼近2/3。這意味着在日本這類高素質專業人員的在留結構裡，差不多每3個人就有2個來自中國。在金融圈子內部，流傳着一條極其扎心的金律，叫做春江水暖鴨先知，大廈崩塌數先遷。那些真正掌握着核心信息、擁有頂級資源且具備多種退路的人，無論是外資機構、高淨值人群，還是體制內的某些精英，甚至是後知後覺的中產，他們其實都在做着同一件事，那就是盡可能降低風險暴露，分散潛在的各種威脅。這種集體性的行為轉向，並不一定意味着明天就一定會發生翻天覆地的大事，但它深刻地意味着風險的斜率正在快速上升，而那些對風險極度敏感的人早已在沉默中行動了起来，他們正在進行一場規模宏大的風險对冲。於是我們觀察到一個巨大的甚至令人感到不安的斷裂帶，上中层的精英們正在進行清倉式的收縮，而民間的多數普通人卻依然處於一種茫然的不知所措的觀望狀態之中。這條斷裂帶最可怕的地方不在於爭論誰對誰錯，而在於雙方對未來認知深度的鴻溝，以及這種認知最終轉化而來的行為決斷差異。有充分準備的人在風暴中會更有韌性，而缺乏準備的人則極有可能陷入極其被動的局面。這就引出了一個最為核心也最為迫切的問題：中國未來的走向到底會如何？在深入探討中國未来走向這一命題時，我們必須直面一個在中國歷史長廊中反復回響的邏輯規律，即王朝周期率。雖然中共在宣傳敘事中極力將自己包裝成王朝周期率的終結者，或者是某種制度的創新者，但在政治學的底層邏輯下，中共治下的當代中國並沒有跳出數千年來集權體制的生死循環，甚至由於權力的高度集中與現代數字技術的疊加，系統內部的熵增速度顯著高於多數歷史時期。所謂的王朝周期率本質上是一套關於治理成本過載、信息反饋斷裂以及社會韌性喪失的結構性規律。每一個絕對獨裁的系統都高度傾向自帶一套自我侵蝕機制，這套程序一旦隨着政權的建立而開啟，無論統治者如何通過行政手段加強控制，都只是在推遲風險集中釋放的時間，而這種推遲往往是以犧牲未來的生機為代價，最終只會增加系統性脆斷發生時的烈度。所以我們需要清晰地界定這種負面的路徑，它是一個從組織癌變到財政枯竭，最後走向系統性崩潰的極高概率路徑。任何一個政權在建立之初往往擁有較高的管理效率，但在獨裁邏輯的支配下，權力具有一種近乎病態的本能，即他不信任除了自身以外的任何人。在過去的家天下時代，皇帝為了守住皇權，必須建立龐大的官僚機構去監督百姓，再建立特務機構去監督官僚。這種為了防範而產生的機構會像癌細胞一樣無限增殖。而到了今天的中共黨天下，習近平個人獨裁這種本能演變成了利用人工智能、大數據以及无孔不入的監控網絡，對全社會進行數字化高度強化的控制。然而，這種看似完美的控制並非免費。為了維持社會表面的靜默穩定，中共必須投入天文數字般的資源去養活龐大的維穩機器以及極其臃腫的官僚階層。中共號稱有1億黨員，這在政治經濟學上被稱為治理成本的過載。當這些不產生任何價值的寄生開支，其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社會生產力的增長時，中共系統就開始了對社會機體的自吸血式收割。在當下中國經濟持續衰退的趨勢下，這種收割只會更加變本加厲。這種收割的背後是權力為了安全而殺死了系統最重要的生存功能，也就是糾錯功能。在獨裁體制下，真實的信息往往意味着对權力的挑戰，甚至是冒犯。從歷史上的指鹿為馬到現在的全網禁評，中共通過切斷一切負面反饋來獲得心理上的虛假安全感，其結果就是整個政權進入了信息的黑洞。底層官員為了邀功或自保，會層层過濾掉真實的危機，向上呈報虛假的繁榮。
這種信息的失真嚴重，導致決策者完全喪失了對現實的感知力。他可能看不見財政的真實枯竭，看不見外資的實質撤離，也聽不到底層的民生壓力和社會不滿。於是系統會在錯誤的方向上高速行駛，甚至在面對深淵時，由於耳邊聽到的全是精心編織的戰歌，而錯把加速墜落當成了偉大的政績。這種缺乏反饋的運行模式，讓中共系統在面對複雜危機時，除了動用暴力壓制以外，再無任何靈活處理或者自我修復的能力。而更深層的危機在於，習近平在追求絕對獨裁的過程中，徹底破壞了中國的社會結構。為了防止任何可能的潛在挑戰，系統利用行政和技術手段打散了一切自發的社會組織。沒有獨立的工會，沒有真正的商會，沒有具備自治能力的鄰里社區，把中國社會搞成高度原子化。這種結構在平時看起來極度穩定，因為每一個人都是孤立無援的原子，沒有任何反抗的抓手。但這種穩定是硬而脆的，像是一塊沒有韌性的鋼化玻璃。由於缺乏中間層的緩衝，任何局部的財政崩盤或者細小的突發事件，都可能直接衝擊到權力中樞。當原本用來維持高壓統治的財政養料耗盡，那台龐大的數字化維穩機器就會因為缺錢或者欠薪而失靈。此時，一個失去了自修復能力、充滿了互害焦慮的原子化社會，將會在極短的時間內經歷從絕對受控到局部失序擴散的非線性惡化。中共目前正處於這種收割、熵增、淬斷邏輯的末端。王朝的覆滅從來不是因為外部敵人的強大，而是因為系統在維持絕對權力的過程中耗盡了所有的社會養分，殺死了所有的生機，並最終導致了自身的財政休克和決策盲目。從歷史上的皇帝到現在的中共領導層，權力的名號雖然變了，但那套底層的運行邏輯從未改變。這就是為什麼中國的精英階層和外資正在進行顯著加速的大撤退，因為他們已經深刻意識到，中共將很難回避地走向倒台的歷史宿命。這種大勢是短期內很難逆轉的物理規律。這種預測並非為了散布恐慌，而是基於歷史規律對系統性風險爆發時間線的邏輯推演。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即將面對的不是一場漫長的經濟寒冬，而是一場由於制度性缺陷極大概率導致的物理性淬斷。與日本失落的30年不同，日本擁有完善的法治和福利體系，作為社會的海綿，能吸收幾十年的緩慢衰退。而在一個權力高度集中、沒有法治保護且社會結構高度原子化的中國環境裡，中共系統在財政枯竭時不會選擇與民休息，而會選擇極限收割。這意味着中國未來的變局不是減速，而是顯著下行；不是折舊，而是徹底的重組。這種由於權力結構缺陷導致的慢性自殺，正一步步走向它的終局。看清了獨裁走向滅亡的邏輯，以及中共很難回避王朝周期率這一鐵律的現實，我們還必須要深刻意識到，中國經歷了3年的疫情，讓很多人對中共獨裁專制的制度徹底死心，開始撤出中國。與此同時，經濟也在持續惡化，這成了周期加速的催化劑，也就是意味着這一天在加速到來。所以接下來我們必須明白，這一周期對於中國普通人來說意味着什麼。在中共歷史進入劇烈下行周期的關鍵時刻，社會並不會在一夜之間突然瓦解，而是會遵循中國無數封建王朝總結出的規律，經歷一個從局部腐爛到整體失靈的過程。我們需要從邏輯上推演出系統性風險可能集中釋放的標誌性信號。根據歷史上的演變規律，結合當前的現實背景，我們可以將這場演變預演為4個遞進的階段。第一階段是財政的吸管效應與全民止損。所有的王朝周期率其終結的序幕往往都是從錢袋子的乾涸開始的。在當前的關鍵時間節點上，地方債將進入一個極度密集的償債高峰。當傳統的土地收割紅利徹底消失，中共為了維持龐大的行政開支和那台永不休止的維穩機器，很有可能強化一種權力吸管效應。這意味着權力意志將像吸管一樣插入社會，每一個仍有餘溫、仍有存量財富的角落，你將觀察到各種隱形的巧立名目的稅費和罰款會大幅增加，基礎民生物資如水電、汽油會進入一種變相的持續的加價周期，甚至各種遠洋捕撈頻發，搶很多民營企業家的錢拿來充公。在這一階段，社會最顯著的特徵是全民性的止損，民營企業家會徹底停止投資，
中產階級會為了保命而停止消費，年輕人則會以大規模的躺平來對抗權力的收割。當系統的計生開支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社會生產力的供血能力，整個社會將陷入一種死氣沉沉的縮減狀態。第二階段是行政系統的生鏽硬化與基層掠奪。當財政的血液無法順暢地輸送到權力的末梢，行政系統就會發生一種難以逆轉的功能性硬化。為了自身的生存，基層的行政力量如警察、城管、辦事員將不再扮演社會秩序維護者的角色，而會轉化為自保式的執法。當他們的薪資和福利無法得到保障時，手中原本被下放的微小權力就會異化為尋租和變相加碼的工具。你會觀察到，原本清晰的法律規則變得模糊且碎片化，地方保護主義會極度抬頭，政策在不同地區之間會出現巨大的撕裂。這種系統的生鏽意味着糾錯能力顯著退化，因為權力中心已經無法通過單純的行政指令來約束底層的變異行為。此時的社會規則已經名存實亡，潛規則橫行無阻，普通人與權力的每一次接觸都將變成一場充滿不確定性的利益博弈。第三階段是數字集權下的虛假靜默與社會淬斷，這是一個極度弔詭的階段。表面上，在人工智能和全方位監控網絡的加持下，社會表現出前所未有的穩定與靜默，但在水面之下，社會資本已經高度原子化了。由於所有的中間組織、民間互助、獨立協會都已經被系統性的鏟除，每一個個體都是孤立無援的原子。這種結構看似易於管理，實則極其脆弱，因為它沒有任何韌性，就像一塊巨大的鋼化玻璃，平時堅硬無比，但只要有一個微小的受力點達到了臨界值，整塊玻璃就會加速瓦解。在這一階段，信息的傳遞是單向且扭曲的，決策層在頌歌聲中失去了對真實現實的感知力，而民間則在長期的壓抑中積累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當龐大維穩的巨大賬單最終拖垮了財政，那套原本密不透風的監控網會因為高層分裂和欠薪出現無法彌合的裂痕。第四階段是臨界點的爆發與秩序真空，最終的覆滅往往不是因為一個多麼宏大的事件，而是因為一次微小的偶然的違約，可能是某座城市因財政斷供導致的基本民生停擺，也可能是某次偶然的基層衝突因為信息鏈條的斷裂而失去了控制。在這一刻，已經由於長期的高壓打擊而變得極其平庸、缺乏應變能力的決策中樞，會因為恐懼而陷入指揮失靈的狀態。由於社會已經高度原子化，沒有中間組織能出來維持基本的社會運轉。當龐大的暴力機器在財政枯竭中停擺，社會可能會出現短期的秩序真空期，這才是最考驗普通人生存能力的時刻。在這個真空期內，舊的權力已經失能，新的秩序尚未建立，社會可能滑向更強的叢林法則博弈狀態。隨着這種系統性危機的加劇，社會將呈現出幾種典型的病態特徵。首先是經濟領域的荒漠化與財富的最終清算，中產階級將面臨集體性的破產，房產等核心資產將徹底失去流動性，並淪為沉重的負債。大規模的法拍房與斷供潮將摧毀過去幾十年積累的財富，基礎生存成本的激增將直接衝擊月入3000及以下的底層家庭，導致生存保障線不斷後退，就業機會將徹底枯竭，最後的一批飯碗將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極致內捲下的防禦性就業和龐大的失業青年群體。其次是治理領域的碎片化與規則的徹底失效，法律將徹底讓位於生存本能，基層執法者為了自保會利用手中殘餘的權力進行高頻加碼式的行政汲取，公共服務將呈現斑塊狀的塌陷，醫療、治安、環衛等基礎服務將最先在非核心區域消失，社會安全將從一種公共品變為只有極少數權貴才能負擔得起的奢侈品。最為深重的是社會心理的原子化與信任的徹底破產。為了防範風險，系統打碎了所有自發的聯繫，社會將陷入徹底的低信任陷阱，人與人之間只有猜忌和存量博弈，互害模式將成為一種社會常態。當大家都在為有限的存量資源博弈時，道德底線會迅速崩塌，社會戾氣、偶發性暴力以及底層內部的相互傷害將成為無法控制的頑疾。在這種長期的虛假靜默和數字化高壓下，全社會將陷入大規模的精神絕望。這種負面情緒在臨界點爆發時，將轉化為極具破壞性的非理性力量。當這種演變進入秩序真空期，
最現實的人道主義風險將全面顯現。現代社會高度依賴的物流和能源系統，在大城市的食物與清潔水供應，可能在極端情況下出現短期中斷，這對於毫無準備且已經失去互助能力的原子化個人是致命的。失去基層行政約束後，治安風險與灰色勢力活動可能上升。我們之所以要進行這些看似極端的推演，是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個規則正在消亡、信任已經破產，且財政正在瘋狂收割底層的舊秩序終局。王朝的覆滅很難回避，預測未來不是為了散布恐慌，而是為了在邏輯上推導出風險爆發的時間線，從而讓清醒者在秩序真空到來之前，為自己和家人留下一絲開啟未來的生存火種。當我們看清了中共王朝規律，但真正能讓人在风暴來臨前生還的，卻往往是一種超越了知識層面的極其堅定的逃生信念。很多人在邏輯上已經完全認同了中共體制，很有可能走向脆斷的推演，但在實際行動上卻遲遲無法邁出關鍵的一步。這種現象背後的核心障礙在於認知轉化成行為的過程中，存在着多重深層且頑固的信念干擾。我們需要深度剖析近期在中文互聯網上爆火的勞 A 敘事，以及隨之衍生的所謂新營學。美國斬殺線這個概念就是勞 A 首次提出的。他大量分享美國人到底過得有多麼慘，由於這一形象契合了某種特定情緒，被戲稱為美國牢籠中的囚徒。這種敘事被中共宣傳系統及其受益鏈條迅速捕捉，並包裝成了當下最強勢的新營學敘事。這種新營學的核心邏輯最更具誤導性，它通過展示個別極端案例的淒慘生活，來構建一種外國式地獄，隱喻國內是天堂的虛假對比。它的目的不是為了討論事實，而是為了通過這種比慘的心理建設，讓那些正處在生存壓力下的國內普通人產生一種虛幻的優越感和安全感。這種敘事試圖告訴你，無論你在國內面臨多大的債務壓力、職場內卷或者是權力收割，只要你不出走，你就是安全的，你就是所謂的贏家。這本質上是一場針对認知能力的降維打擊，它利用人們對未知的恐怖和对現狀的路徑依賴，將你牢牢套在那個正在下墜的系統裡。我們要明確一個極其冷酷的真相，即中國普通人實際上是中共和其共謀者眼中最優質也是最後的一批可汲取的社會資源。在這些既得利益者看來，你的勞動力、你的存款、你對未來的預期，甚至你全家幾代人的血汗，都是維持這個生锈機器繼續下墜時能夠多撐幾天的燃料。一旦大量清醒的個體意識到系統性脆斷的邏輯，並開始集體撤退，就意味着這個系統的稅基在枯竭，收割的槓桿在斷裂。這對於那些依賴舊秩序寄生的共謀者來說是致命的損失。因此，他們必須制造勞 A 這種敘事，必須推行新營學。外國很危險，或者生存很艱難。真相是，在很多維度上，發達國家底層生活質量往往高於中國底層。至於中產，你應該明確未來是保命和保資產，更重要是保未來。以你們的聰明才智，加上在海外肯吃苦，也很容易發展起來，而不是被勞 A 敘事轉移焦點，避重就輕。勞 A 這類人，其核心目的就是為了防止資產流失。他們深知，只要能通過恐懼和謊言把你嚇住，只要能讓你覺得外面是死路一條，你就會心甘情願地留下來，接受最後更激烈的一輪成本轉嫁和汲取。你的逃離不僅僅是個人的止損，更是對這套高壓汲取型系統的撤資。對於共謀者而言，如果你走了，剩下的龐大地方債誰來背負？激增的基礎民生開支誰來分攤？那張昂貴的數字化維穩賬單誰來買單？你的離場客觀上增加了他們繼續留在舊秩序中的成本與風險。在這種新營學的認知囚籠之外，更難逾越的是來自於家庭、親戚、朋友內部的重重羈絆。這些本該是避風港的社交關係，在變局前夜往往會演變成最沉重的心理枷鎖。如果你的父母、配偶、親戚依然沉浸在那種大國崛起的宏大敘事中，他們對真相的本能恐懼會轉化為對你避險行動的強烈抵觸。在這些親友的邏輯裡，由於缺乏對王朝周期率的清晰感知，他們會認為你是在拋棄他們，是在放着安穩日子不過去自尋死路。這種基於人情世故的群體壓力會像膠水一樣粘住你的雙腳，消解掉你作為個體最為敏銳的避險直覺。此外，沉沒成本的枷鎖與那種只要聽話就能平安的心理陷阱也是巨大的干擾。許多人捨不得奮鬥半生積累的那點房產，
捨不得那份在脆斷面前毫無保障的退休金，甚至捨不得離開那個雖然壓抑但相對熟悉的便利環境。這種對舊秩序的路徑依賴，配合上官方刻意維持的城市虛假繁榮，讓人產生了一種只要維持現狀就能躲過歷史重錘的錯覺。要在這場信念的迷霧中突圍，你必須實施一次冷酷的心理手術。真正的清醒者從不參與無謂的辯論，因為利益與認知的差異無法通過語言彌合。你唯一的識別標準應當是觀察那些真正掌握核心資源與政治直覺的精英階層。當權力的頂層人物、外資機構以及那些所謂的體制類精英都在默不作聲地轉移資產、安置子女、用腳投票時，這往往是更強的避險信號。在信息被高度扭曲的社會，順着精英的行動軌跡做風險對沖，不是盲從，而是一種極具生存智慧的風險對沖。你目前的最高任務是迅速將這種對趨勢的覺察轉化為一種不可動搖的行動準則。你要明白，當下的下行趨勢不是暫時的波動，而更像是系統性失穩風險的前奏。在歷史的節點上，止損的早晚會顯著影響你和家人的處境。拒絕做中共和其利益鏈條的優質資產，拒絕為舊秩序的代價買單，唯一的路徑就是在系統性脆斷發生前，徹底完成心理、情感與資源的全面切割，堅定避險的信念，果斷執行撤退的行動。所以，在我們看清了中共很難回避系統性脆斷的物理邏輯，並完成了心理層面的初步突圍之後，我們必須直面一個最為現實也最為殘酷的問題，那就是行動的具體路徑。很多人在聽到撤離這兩個字時，本能的反應是這屬於精英和富人的遊戲，認為自己月薪只有3000元，存款寥寥無幾，甚至身上還背負着沉重的房貸與車貸，根本沒有資格談論離開。這是一個極其扎心且普遍的現狀。但我們要明確一個核心邏輯，即在大變局面前，活命的權利不應當由財富的多寡來決定，而應當由你的認知深度以及你對風險的決斷力來決定。我們要剝離所有虛幻的辭藻，回歸到最冷峻、最可操作的生存底線。因為物理層面的撤離不僅是精英的選擇，更是普通人擺脫被動承擔系統成本的命運，追求生存尊嚴的最優解。第一時間辦理好護照以及港澳通行證，這兩張證件的規費不過200-300元，對於一個月薪3000元的底層勞動者來說，僅僅相當於辛苦工作幾天的收入，但這卻是你目前能夠獲取的成本最低的生存保險。我們要清醒地意識到，在大變局的後期，由於財政的枯竭以及控制體系的全面升級，辦證窗口極有可能在某種行政指令下徹底收緊。一旦國門落鎖，你手中的任何人民幣財富都將失去轉換成自由的物理可能。這200塊錢買的不是旅遊的權利，而是未來在萬一時刻不被徹底鎖死在孤島上的最後機會。辦好證件是所有後續行動的前提。第二步是進行戰略性的資源重配，這要求你必須徹底重新審視你的債務邏輯。在和平平穩的時期，信用是一個人的財富，但在王朝周期率發生作用的前夜，生存才是最高的道德準則。對於那些背負房貸、車貸，在舊秩序裡已經看不到任何上升空間的普通人，你需要學會合法利用現有的金融規則，進行一場關於生存的套利。在系統性脆斷面前，債務實際上是舊秩序用來鎖死你的物理繩索。如果你缺乏撤退的啟動資金，可以利用現有的金融貸款平台，先把現金流做正，壓降支出，並建立最基本的應急資金。這在本質上是一種跨時空的資源拆借。你要明白，如果在國外能夠通過誠實的勞動掙到錢，必須也應當償還。在關乎命運的生死關頭，不要被舊時代的信用枷鎖困住自己的手腳。第三步是核心軟件的升級，即投入時間去學一門語言。針對你想去的國家，對於存款不多的普通人，語言是你最核心的生存工具，是你在文明法治土地上扎根的敲門磚，更是你移民海外的根本之一。你應該將原本消耗在短視頻或者是被那些新營學敘事洗腦的時間，全部投入到語言的學習中，因為這是你未來在秩序真空期能夠快速完成身份轉換的最關鍵的硬件之一。第四步是尋找務實的低門檻的出口。你需要花費大量時間自己去研究那些真實的移民、勞務以及留學路徑，才能避開那些試圖收割你焦慮的騙子，尋找適合底層勞動者的藍領通道。我們要承認一個非常現實且負責任的底線，即哪怕你無法通過精英式的常規路徑移民，
哪怕走的是更艱難的合法生計路徑，在文明且講法治的土地上生存，其安全感與尊嚴感也往往優於作為一個原子化的代價，在崩塌的舊秩序裡成為代價。這絕不是對苦難的讚美，而是基於對現狀冷峻觀察後做出的最理性的止損選擇。物理撤離之所以是最優解，我們要深刻理解，這並非因為外面的世界是天堂，而是因為中國當下的實際情況已經讓普通個體失去了在內部抵禦災難的任何可能。第一，內部的高度原子化與互害模式的常態化。中共在維持絕對統治的過程中，已經徹底打碎了一切自發的社會組織，導致社會處於一種硬而脆的狀態，沒有工會，沒有商會，沒有真正的鄰里互助，每一個人都是孤立無援的原子。這種結構意味着在危機爆發時，社會缺乏任何中間層的緩衝，任何局部的崩盤都會直接衝擊到個人。更可怕的是，在長期的存量博弈和資源稀缺下，社會資本已經歸零，人與人之間只有猜忌和互害，底層內部的相互傷害將偶發性衝突風險增加。在這樣的環境裡，一旦秩序失能，單打獨鬥的你只會成為他人眼中的資源包，很難有群體互助的可能。就算有少許互助，也無法覆蓋中國這個體量人口的危機。第二，外部援助的歸零與戰車捆綁的現實。我們必須直面一個冷峻的現實，即在國際社會中，由於少數既得利益者的胡作非為，中國人的整體形象在某種程度上被妖魔化了。中共及其共謀者將普通民眾強行綁在他們的利益戰車上，可是中國還有10億多人沒有護照，用中國人來掩蓋維護他們的罪行，導致普通人在國際視野中失去了清晰的辨識度。這意味着，當大變局真正降臨，引發嚴重的秩序真空和人道主義風險時，你很難像歷史上的某些時刻那樣，期待國際社會能夠迅速提供大規模的普遍性的救援。外部的幫助窗口正在關閉，普通人被困在了一個既沒有內部協同，又缺乏外部接應的孤島之上。第三，為了實現真正的去關聯化，執行撤退計劃的核心目的，是為了把自己從那個正在下墜的、短期內難以逆轉的系統中剝離出來。由於中共體制自帶的自毀程序已經開啟，系統更可能通過成本轉嫁來延緩壓力。作為普通人，你沒有能力去改變這台生鏽機器散架的物理規律，所以物理撤離不是對苦難的讚美，而是基於對人性悲觀認知和對歷史邏輯的深刻洞察。精英們已經用腳投票完成了撤離，而你唯一的優勢就是還擁有最後一點點窗口時間，辦好那本護照，學好那門語言，在大門落鎖之前，為自己和家人爭奪最後一份生存的尊嚴，這才是你对自己和家人最負責任的態度。雖然我說了撤離是最優解，但是最後因為種種原因，結果就是還是會有大量的人無法撤離，所以中共王朝周期率已經在加速進行。對於留在中國的人，這段時間不是用來等待結果的，而是用來執行非對稱戰略防禦的。所謂非對稱防禦，核心邏輯只有一條，既然你無法改變龐大機器失靈的路徑，你就必須在那台機器散架之前，把自己從一顆緊緊咬合的螺絲釘，變成一顆系統無法感知、無法收割且無法鎖定的隱形原子。我回顧了蘇聯解體前的10年，晚清末年的社會碎片化，以及當代委內瑞拉或黎巴嫩在獨裁政府失能前的跡象，可以發現一個共性：系統在財政枯竭期，他們最核心的動作就是精準識別並榨取優質資產。你必須在大變局真正降臨前，完成從高層壓對象到解套原子的物種進化。命得硬，心態別崩。在所有生存挑戰中，心理與生理的韌性是所有防禦措施的母雞。因為全球威權政體末期的歷史案例反覆證明，最先在巨震中垮掉的，往往不是由於物質匱乏，而是那些在心理上極度依賴舊秩序安全感的人。因此，你必須執行心理主權的絕對切割，在內心深處徹底掐滅對系統性承諾的任何幻覺。此時的宏大敘事本質上都是為了在資源枯竭前吸引剩餘民間資本回流的誘餌。你應當像一個身處陌生國家的觀察者，預設所有的公共秩序都已處於不穩定狀態。當你不再渴望系統的認可，不再期待其提供保障，所有的行政壓力與認知誘導都會因為失去你的心理響應而徹底失效，從而讓你獲得真正的決策自由。與此同時，肉身是你實現去關聯化最硬核的本錢。一個冷峻的歷史事實是，在大變局前夜，由於財政優先向維穩機器傾斜，公共衛生系統會經歷一個
從全覆蓋到斑塊化失能的崩解過程。此時的每一場突發大病，不僅是生理的折損，更是系統通過高昂醫藥費對你剩餘財富進行的高額支出壓力集中釋放。你必須建立一種醫療主權自己的防禦思維，在未來的3-5年窗口期內，全家人應以減少非必要就醫，重大情況及時就醫。這種近乎殘酷的健康管理和心理隔離，不是为了長壽的虛名，而是為了確保你在資源最匱乏、規則最混亂的時期，擁有最底線的抗風險能力與生存尊嚴。夾着尾巴做人，少惹事。當資源的總量進入絕對收縮期，社會整體的戾氣正如地表之下的岩漿般翻湧，任何顯眼的特徵都可能成為引爆風險的導火索。你必須從認知深處接受一個冷峻的現實，在下行週期的末端，社會將進入一個普遍匱乏且互信破產的互害模式。為了應對這種局面，你首先要完成的是財富與視覺的隱形化。真正的危險往往並不直接來自權力的宏大收割，而更多來自同階層之間由於分配焦慮而產生的惡意。在一個普遍陷入窘迫的環境中，任何形式的優越感展示，本質上都是在給自己標注優質資產的標籤，誘導他人進行掠奪性補償。因此，你必須徹底抹除身上所有超越周邊平均水平的符號，從服飾、車輛到言談中的鬆弛感，都要進行全面的降維。你要讓自己看起來和周圍人一樣疲憊、忙碌，甚至要學會適度的公開表達對現狀的無奈與經濟上的捉襟見肘。這種隱形的核心在於構建一種掠奪負收益的防禦態。當潛在的不穩定因素在評估你時，如果他們看到的只是一個同樣在為生計苦苦支撐，沒有任何額外榨取價值的平庸個體，他們會因為行政或犯罪成本過高而本能的轉移目標。與此同時，你必須執行社交衝突的絕對降噪準則。走在街頭或置身公共空間時，請務必收起你所有的正義感、辯論欲以及那點廉價的自尊心。你要清醒地意識到，你身邊的每一個路人都可能是一個正處於生活崩盤邊緣、心理防線已徹底斷裂的高度不穩定個體。在這樣一個戾氣如高壓鍋般積聚的時刻，任何不理性的言論或細小的擦碰都可能成為點燃對方絕望情緒的引信。第一時間應該微笑、致歉、撤離為準則。這絕非懦弱，而是一種極度理性的非對稱風險管理。你永遠不知道對面那個瞪着眼的人是否正處於傾家蕩產或家庭破碎的邊緣，正在尋找一個能讓他發洩的出口。證件全複印成紙，別光指望手機。數字時代，你的透明度決定了你的風險。參考蘇聯晚期克格勃對社會的監控失效過程，以及數字集權在財政枯竭時的自然收縮，你需要提前建立物理化的信息孤島。所有的數字化資產和身份在大變局前夜都是極其脆弱的。你需要將護照、房產證、聯繫人名單、個人及家屬的關鍵醫療檔案、學歷證明等核心文件進行高精度的紙質化打印並物理存儲。不要信任雲端，更不要信任那些標榜永久保存的平台。在大變局前的收縮期，一旦關鍵信息在中國網絡上消失，你將徹底無助。你需要準備一本最原始的紙質的通讯錄，記錄信任圈成員和關鍵社會關係的物理居住地址。一旦網絡因為管理成本過高或極端管制而發生斑塊化中斷，這種物理連接將是維持協作的唯一紐帶。城市房做加固，農村宅做後路。在大變局的前夜，房產的金融槓桿屬性將徹底退場，其核心價值將回歸到最原始的物理避險功能。根據全球多個社會震盪期的實證經驗，居住地的選擇、改造以及社會關係的重構將直接決定你應對互害模式的生存上限。當行政系統進入生鏽硬化期，基層的治安維護能力會呈現明顯的斑塊化失能，即核心行政區域警戒森嚴，而普通民居區域則可能淪為治安盲區。在這種環境下，你必須建立一種城鄉雙軌的居住防禦體系。在城市住宅的加固上必須遵循隱形原則，千萬不要將自家裝修得像一個顯眼的鋼鐵寶庫，那是在變相提醒掠奪者這裡藏有重資。真正的加固應是隱性的，通過強化內門鎖、安裝高強度防門，讓入侵你的時間成本遠高於隔壁鄰居。同時必須儲備至少1年的非電照明方案，如太陽能戶外燈和便攜式儲能設備。因為在秩序失能期，黑暗會誘發隨機的惡意，而充足的光亮是最低成本的視覺震懾。更為關鍵的是，
建立一個位於遠郊或農村的戰略避險點。如果大城市由於物流中斷或管理過載變成飢餓牢籠，擁有一個帶自給水源和可耕作土地的農村宅基地，將是你最後的生存呼吸孔。但農村基地的核心防禦力不在於圍牆，而在於重建鄉村社會資本。你必須在風暴降臨前，通過親戚引薦或長期的物質人情互動，與農村鄰居建立基於宗族文化或小額互助的信任聯繫。在大變局中，一個孤立的外來者是脆弱的，只有融入當地的信任網絡，那片土地才能真正成為你的屏障。囤夠吃的，做好衛生，食品儲備在所有王朝周期率的終結處都是最高優先級的硬通貨。我們談論的不是末日狂歡，而是應對大變局前夕由於物流效率下降、通脹導致的供應不穩定。如果你生活在城市，你必須建立一個支撐全家6個月到1年的生存基座。這種儲備應該是高熱量、低調味、長保質期的，農村據點則很好解決。更重要的是掌握傳統的保存技能，如醃制和脫水。這些中國歷代先民在動盪年代的生存本能，在現代城市淬斷時能救你的命。水資源除了儲備桶裝水，更要配置高效的過濾裝置。最容易被忽視的是衛生管理。在秩序斷裂期死於次生疫情，如由於垃圾無法清運、排污系統癱瘓引發的腸道感染的人數，往往超過死於直接暴力的人數。儲備大量的消毒液、高強度垃圾袋和簡易排泄處理工具，是你在廢墟之上保住生命底線的關鍵方法之一。趕緊把債還了，手裡多留現錢。在王朝周期率的末期，由於社會運行成本的不斷攀升與資源總量的見底，系統會表現出極其明顯的吸管效應，即通過各種顯性或隱性的行政邏輯，精準且密集地搜尋並收割民間的存量財富。此時，我們必須清醒地意識到一個現實：絕大多數人並不是經濟學家，無法精準預判每一次政策波動。但我們可以從最基本的生存邏輯出發，觀察那些正在發生的趨勢：失業率的攀升、月薪3000、內捲成為常態，以及錢越來越難掙的客觀事實。在這種環境下，財務策略的核心不再是虛無縹緲的增值，而是通過極度的去關聯化，將自己從系統的優質收割清單中剔除。首先，我們要面對的是收入銳減與高額負債之間的死亡擠壓。在下行週期的長跑中，債務不是你的財務槓桿，而是系統鎖死你坐標的錨。當月薪無法支撐房貸，且職場競爭進入惡性內捲時，任何形式的死扛，本質上都是在用個人和家人的肉身血汗去填補舊秩序正在坍塌的財務窟窿。因此，理性的防禦應當是盡可能執行絕對去槓桿，將房貸、車貸等長週期債務進行清理。在大變局前夕，財務自由的真實含義不是資產千萬，而是你不再是一個必須按月向系統上供、有固定物理坐標、可供扣押的債務單位。當你還清了那些鎖死你的貸款，你才真正獲得了在震盪期隨時移動、隨時隱身的戰略主動權。與此同時，必須重新審視財富的形態，完成從數字人治向實物主權的液化轉型。在大變局前夕，任何躺在數字銀行理財平台裡的餘額，其所有權都具備極強的不確定性。系統可以隨時通過行政指令或技術手段實現一鍵鎖定。我們需要借鉴阿根廷或黎巴嫩等國在秩序斷裂前的金融管制案例，將一部分核心資產轉化為離線狀態。這包括儲備能支撐全家至少1年以上的實物紙幣，用於應對數字支付癱瘓後的生活，以及配置小克數的實物黃金。注意，不是炒作黃金，我們必須客觀地看待金價的不斷上漲。配置小克數實物黃金的目的，絕非投機獲利，而是看重其作為人類文明最後信用底線的屬性，確保你在法治失效、本幣購買力劇烈震盪的極端真空中，依然擁有一張可以換取口糧或通行證的終極傳票。更需要保持極度警惕的是，在大變局預期下催生的退出陷阱。當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風險，並渴望資金出逃時，社會上會湧現出大量針對這種恐懼心理的掠奪性騙局。從打着高額返利旗號的虛擬貨幣項目，到宣稱擁有特殊渠道的海外資金轉移中介，這些人在混亂的前夜，往往盯着的是你手中最後那點保命的本金。任何主動向你推銷快速離岸或財富轉移捷徑的人，都要預設為潛在的掠奪者。
此外，不要忽略了易貨、通貨的儲備價值。在全球多處秩序失能區的經驗中，高度白酒、常用應急醫療物資和香煙的交換力在某些時刻甚至超過了法幣。同時，我們要通過壓降不必要的開支，開源節流，讓自己從一個透明、沉重且極具收割價值的高承壓對象，變成本質上不可被感知的，即便收割也成本過高的廢棄目標。學點技能上的真本事。在系統性脆斷發生的前夜，你必須清醒地意識到，那些依附於大公司平台、金融槓桿或複雜管理流程的白領技能，本質上是和平繁榮期的奢侈品，但在生存秩序重組時會迅速歸零。參考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後的社會陣痛，或是薩拉熱窩圍城戰中的生存樣本，你會發現，真正能讓人在資源枯竭期活得有尊嚴的，絕非高大上的認知模型，而是具備強交換屬性的底層手藝。你必須掌握那些不依賴互聯網、不依賴精密供應鏈，甚至不依賴穩定電力就能獨立交付結果的硬本事。首先是機械與硬件的復活能力。歷史經驗證明，當物資供應中斷、新設備無法獲取時，社會將從消費時代轉向維修時代。能用最原始的工具修好自行車、發電機或舊家電的人，將掌握社區的物資議價權。其次是涉及生命紅線的實用衣物。不要指望秩序下行時醫院依然高效，你需要掌握的是野外級別的清創、簡易、骨折固定、感染控制，以及对基本抗生素使用的認知。這種能力在大變局時刻或大蕭條背景下是超越金錢的頂級通貨。再者是基礎化工與生活必需品的加工，例如簡易的肥皂製造、食品醃制與脫水，甚至是小型蒸餾技術。這些能夠生產消耗品的技能，能讓你在法幣貶值的廢墟上建立起一套屬於自己的義務體系。你必須進行去工具化的極端訓練，習慣在沒有搜索引擎指引、沒有說明書輔助的情況下，僅憑邏輯和對物理常識的肌肉記憶去解決生存剛需。不要在乎這些活計是否辛苦，是否沾滿油垢或泥土。在漫長的下行週期裡，體面不再由整潔的襯衫定義，而由你手中掌握的不可替代性定義。失業潮席捲時，那些能直接解決鄰里水電故障、能土法加工食物、能維持基本通訊的人，不僅擁有持續穩定的引子收入，更是在微型信任圈中被優先保護的戰略核心。你要做的不是在辦公室裡等待系統修復，而是在廢墟之上通過這些硬手藝進行軟件升級，確保當社會信用清零的時刻，你依然是那個能被系統底層邏輯強烈需要的硬核幸存者。關鍵時刻看宗族，找幾個值得信任的朋友。系統在維持絕對統治時，必然致力於將社會打散成孤立無援的原子，因為原子的收割成本最低且最缺乏反抗能力。要應對這種有目的的社會結構，你必須在大變局前夜立項重構社會資本。而在中國文化語境下，這種生存博弈的第一道防線必然是家族、宗親與血脈紐帶。回顧中國數千年的王朝更替，當官僚秩序崩潰，基層陷入叢林狀態時，真正能跨越週期並保全族群的，從來不是宏大的組織，而是深度綁定的家族共同體。你應該首選那些價值觀底色相近、具備守望相助基因的血親成員，作為你避險計劃的底盤。家族宗親的優勢在於天然的生物學忠誠與長期的信用積累。在資源匱乏、法治真空的時刻，這種源於血脈的托付成本最低，也最堅固。然而，如果家族成员因為觀念割裂、嚴重的信息繭房或長期不和而無法形成合力，那麼你必須果斷啟用其他計劃，在社交圈中篩選出3到5個價值觀高度一致且人品經過極端壓力驗證的成員。無論是以血緣為核心還是以契約為核心，這個圈子必須極度純粹，是那種在關鍵時刻可以互托後背的生存戰友。你們需要約定一套完全脫離互聯網的聯絡協議，比如特定的暗號或者是固定的線下秘密集合點。這種小組化防禦是抵禦未来互害模式和基層隨機性掠奪的唯一屏障。在大變局前夕，單打獨鬥意味着你只是一個移動的孤立的資源包。只有回歸宗族互助或精幹的細胞化協作，你才能在這場原子化叢林的博弈中守住最後一道防線。預演斷網怎麼辦？聯繫外界和電不能缺。在大變局的前夕，社會的信息生態會經歷一個急劇扭曲的過程。官方敘事往往會陷入一種極度反智的虛假繁榮與高度封閉的宣傳節奏中。
試圖通過製造巨大的信息黑洞來掩蓋秩序的真實裂痕。在這種環境下，你必須具備信息脫鈎的能力，從每一個生活細節中剝離對舊系統基礎設施的路徑依賴。首要的任務是準備一套低技術的離線替代方案。你應當儲備一台具備高性能短波接收功能的收音機。在大規模斷網或跨境流量被封鎖的极端時刻，電波將是你获取外部世界真實信號、對冲內部信息污染的最後物理窗口。更為進階的策略是關注星鏈等低軌衛星通訊設備。雖然在平時這種設備禁止在中國使用，但你要清醒地意識到，一旦系統進入大變局的震盪期，其基層的物理強制力與頻譜管控能力將出現斑塊化失靈。在秩序真空期，這些曾經無法使用的設備將成為你與現代文明保持連接的最大生命線。然而，所有的數字化通訊都離不開能源支撐。你必須構建一套獨立的離線電力系統，包括便攜式太陽能充電板、大容量戶外電源以及適配各種終端的利便器。沒有電，所有的數字化防禦都是廢鐵。在擁有信息與能源底牌的同時，不要忘記回歸最原始的地理導航，準備一套覆蓋周邊50公里甚至更廣範圍的精細紙質地圖，並與家人約定好數個固定的物理集合點。在數字導航癱瘓、基站信號消失的那一刻，這張紙與這些預設的坐標就是你帶領家人走出混沌叢林的唯一生存指南。這種防禦邏輯的核心是在技術層面實現去中心化，確保你在任何極端情況下都擁有不可剝奪的知情權與決策權。盯着街上的風向，全家商量好誰幹啥。建立防禦體系的最後一步是必須與家人達成絕對的避險共識，徹底杜絕在危機時刻可能導致毀滅的內耗。你需要在家庭內部明確分工，建立一個核心決策中樞，指定專人分別負責物資的動態統籌、居住環境的外圍安全防禦以及對外信息的篩選與聯絡處理。最關鍵的環節在於設定一套不容置疑的啟動信號。這些信號的判定標準不在於屏幕上的宏大敘事，而在於街頭巷尾的真實感受。當社會從正常模式加速切換為生存模式時，你會觀察到3個清晰的預警指標。首先是保障的斑塊化，即所在城市的公共交通、醫療掛號系統或水電氣等基礎能源供應出現大面積、長時間且無預警的中斷，且官方給出的解釋顯得蒼白且脫離實際。其次是收割的行政極端化，當基層執法部門不再致力於維護社會秩序，而純粹轉變為通過巨額罰款自救，甚至開始出現針對民宅的變相行政攤派與搜刮時，說明系統的分配邏輯已處於崩潰邊緣。最後是終極預警，即基層強制力量的失血。當維持系統運轉的基層暴力機器，如輔警、基層勤務人員開始出現大規模的欠薪、離職，或者在執行任務時表現出極度的懈怠與由於絕望產生的暴力時，說明系統的物理強制力正迅速塌陷，秩序真空期即將到來。一旦這些信號疊加出現，你的防禦計劃必須無條件立即啟動，不再抱有任何觀望的幻想。所以真實的面对未來是幸存者的第一素養。我們之所以執行這些瑣碎、冷酷，甚至在旁人看來不可理喻的行動，是因為我們深知面對的是一個規則正在失效、信任已經破產的舊秩序終局。留在中國的人必須通過這些深度的資源重構，將自己變成本質上不可收割的自由原子。不要在這台生鏽的機器散架時去做一顆毫無意義、成為承受代價的螺絲釘。當然，歷史的變局複雜多變，任何應對策略都無法窮盡所有的極端場景和意外風險。除了上述的戰略準備，你還需要在實戰中保持極高的警覺性，學會觀察風向的每一絲微弱變化。為此，在風暴尚未全面降臨的當下，你需要化被動為主動，平時多研讀專業的生存指南、防災手冊以及各類風險防範知識。你要儲備的不僅是實務，更是專業的生存知識體系，從基礎的醫療急救、危機中的心理干預，到極端環境下的防範避險技能。請記住，在這個變幻莫測的時代，知識是唯一不需要負重且系統無法沒收的頂級資產。它能讓你在眾人驚慌失措時，依然擁有冷峻的直覺與決策的底氣。今天的內容講到這裡，已經到了尾聲。最後，我必須鄭重提醒，如果習近平出於千古留名的歷史衝動而執意發動台海戰爭，那麼中共政權所面臨的王朝周期性風險極可能被大幅提前，
並加速兌現。這一切不是為了販賣焦慮，而是為了在大變局的碾壓式趨勢面前，為你和家人的生存爭奪一線生機。歷史面前，個人的力量是微弱的，唯有提前布局，才能在巨震中守護住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財產安全。關於未來的期許，我內心深處最強烈的渴望是中國能以最小的代價完成向民主憲政與法治的文明轉型。儘管現實邏輯告訴我，和平轉型的概率微乎其微，但我依然祈願中國在危難的關鍵時刻能有大能人出手解決，將社會轉型的成本降到最低。最後，我作為一名中國人，致所有中國同胞，歷史變局複雜，尤其是留在中國的同胞，任何應對策略都無法窮盡極端場景，請務必保持警覺，遠離無謂的衝突，並將專業的生存知識內化為本能，保護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願大家都能平安健康地跨越這個歷史週期，和海外中國人以及關心中國未來的華人和外國人一起見證新中國的到來。對於留在中國的同胞，保重，各位。